大家好，我是议员。我知道大家都在心心念念刘彻的报告，都在想着到底要不要去觉醒，去培养刘彻。那么刚好我的观众在昨天就开关卡要打仗了，他也是把刘彻给觉醒了，所以我就跟他拿了报告。在这里特别感谢超级小飞鼠提供的报告。那么首先的报告是 CP 搭配刘彻的，但是他的装备不是顶级的装备，他的军器也是刚做不久而已。毕竟平民玩家要做拱形阵也是来不及做了。但是这个玩家打的组别是在 AB 组，是由4个王国组成一个阵营的，所以他们 KVK 的强度并不会很高，我相信跟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那当然的，之后我还会亲自测试，现在只是暂时给各位看，如果你的王国组别也是跟他差不多的话，出来的报告会怎么样。毕竟也不是每一个王国都是在先锋王国嘛。在他分享给我的报告，正常打架出来的结果都是1比1左右而已，都是小赚一点点而已。不过也是理解啦，因为他的装备跟军器都不太好嘛。不过我点开对方的争议查看，其实对方的争议也好不到哪里去，基本上都是半斤八两。而且我这个观众他是已经明确说到他的装备跟军器是很烂的情况下，所打出来的报告还有小赚一点点。有些队伍被针对到的话，打的报告其实还蛮不错，蛮好看的。接下来他换了另外一个组合，用关羽搭配刘彻，不过他关羽的装备就稍微用比较好一点点。至于军器，他是用血星阵，并不是拱形阵。那么明显看到，当他换了比较好的装备之后，报告也是赚的比较多了。但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也是差不多而已。毕竟这个观众他不是用同一套装备去打的嘛，那也是他打仗，我也不能吩咐他应该要怎么做，叫他换装备之类的。所以各位就只能通过争议查看，如果你的统帅他的装备或者是你的军器争议有差不多这样子的话，打出来报告会变成怎样。他换了这套装备跟军器之后，明显看到是比较正常一点，所以正常打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还有分享另外一个 CP 被围殴的报告，这个你们可以作为参考。那当我跟他要更多报告的时候，突然转折点来了，他分享给我的诸葛亮报告，比较起刚刚步兵的报告，明显工兵的报告是赚了比较多。重点是他后面还跟我说，诸葛亮只是带武器而已，完全没有穿装备了。是的，没错，他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只是带一个武器打出来的报告，几乎是已经超越刘彻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是感到很惊讶的，我甚至是不敢相信，叫他分享报告给我看。
他给我的报告确实也是赚的，我点开争议查看，他的工兵确实也是没有穿装备的。这里我就给各位看一下比较，右手边的那个争议是完全没有穿装备跟军器的情况下出来的争议到底有多少。那可以看到小飞鼠的攻击力比较高，是因为他已经升了水晶科技，防御力比较高是因为他带了一个工兵的武器，那个武器提升 25% 的防御力，可以证实了他这个争议是真的很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诸葛亮李成桂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打出来的报告居然是比步兵有穿装备还要更高？难道是战场环境的问题，还是对方不够强？可是这边争议明显对方的争议是比较高的，看小飞鼠的工兵争议跟对方的骑兵争议，然后下面刚好有一个诸葛亮李成桂，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对方的争议也是明显比小飞鼠还要更高。那么小飞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他打出来的报告是赚的呢？难道他是运气很好吗？我几乎每一个报告的争议都去做对比，确实是比他更高的。那么要说幸运的话，确实小飞鼠是真的很幸运，因为在他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如果被对方针对了专门来打的话，其实他的报告应该是特别亏才对的。尤其是这样子的差距，反而诸葛亮跟李成桂的 AOE 还有少到其他的部队，自己还有赚。这份报告你们可以慢慢看下去，不要看的话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那么假设他只有一个工兵报告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真的运气，但是他连续好几个报告都是这样子，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打出来报告还是比步兵的报告更赚。甚至我们不要考虑到有没有赚的问题，你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没有亏都已经算是很好了。直到最后一份报告终于是亏的，但是这份报告也没有亏多少，毕竟加上前面那几份报告拉长补短，其实严格来讲他这个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都有赚了。那么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我之前用司机搭配真得出来的效果，我那时候也是忘记穿装备了，甚至连军器都没有带，但是打出来报告是赚了，也是像他这样子小赚一点点，但是那个是因为统帅的强度问题。那各位也知道诸葛亮跟司机都是很强的，我初步推测有可能就是因为统帅太强的关系，即使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依然还是可以打得过对方的。不过前提是只要自己不被围殴不被针对的情况下才可以赚到报告。但是问题来了，刘彻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呢？照理来说新的统帅报告不是应该特别赚才对吗？举个例子，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做的获取兵记录，可以说几乎报告都是赚好几倍的，为什么刘彻就不会这样子，他的报告都是1:1的呢？我反而觉得他的工兵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打出来报告是赚的，这个才是正常的。那么在他比较之后，这个观众就心态崩了，他觉得刘彻不上不下，就是步兵版的 AOE 形态萨拉丁吧，他应该是写错，应该是写阿提拉。那除了 CP 跟关羽搭配刘彻之外呢，我还有在另外一个主播的频道挖到这份报告，这个主播分享的报告才是我想要看到新统帅应该有的强度。但是问题在这个主播他只是分享报告而已，并没有分享争议，所以我不能确定到底是刘彻强呢，还是因为他的争议够高所以打出来报告是赚了，还是说萨尔贡搭配刘彻就是这么强呢？我也去找了这个主播分享报告的王国，目前在打着升级妙策，所以我不排除他这里的报告是有受到兵法的影响，因为他的 KVK 已经开放了33天，照理来说是可以点满6个了。假设他的敌人没有点到兵法，或者是点错了，其实都会有影响的。分享报告的玩家，他的王国也是在 CD 组左右，所以我不排除他的敌人可能比较弱，都没有氪水晶，甚至没有装备，统帅没有觉醒，才会打出比较赚的报告。但是我真的要测试，也要等到2-3天之后我的关卡开放了才可以打。
我才可以测试刘彻到底好不好用。那么究竟是小飞鼠的问题还是刘彻的问题呢？这个可能要等到我打仗的时候才知道了吧。这里就开放给各位观众讨论，你们觉得是刘彻的问题还是玩家的问题呢？以我个人的看法，在我还没有看到诸葛亮、李成桂那个报告之前呢，我都觉得刘彻的那些报告都算是正常的，毕竟他打的报告都是有赚的，也是在正常范围。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诸葛亮那个队伍搭配呢，一来就是搭配李成桂的话，技能伤害提高很多。那么在刚刚的报告你们有留意到的话，应该都发现到诸葛亮搭配李成桂的时候，所有伤害提升 10%， 技能伤害都已经提升到 78% 了。也就是说，即使他在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只要技能伤害跟所有伤害提升够高，还是一样可以打仗的。如果有穿装备的话，当然是锦上添花啦。再加上他用的诸葛亮跟李成桂的两个是圆形 AOE 啊，即使他们没有面对面去打敌人，他的 AOE 扫到的话还是有赚的。毕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跟李成桂两个加起来的技能伤害这么高，当他们两个统帅释放主动技能扫到你的时候，到底有赚多少？至于刘彻的报告为什么没有这么赚呢？我觉得是因为刘彻他的定位是在普攻，但是目前我们搭配的统帅全部都是技能伤害的，终极伤害跟技能伤害的机制不一样，没有办法像诸葛亮、李成桂那样完全配合到。像关于搭配刘彻的争议，即使他有提升技能伤害 13%， 刘彻也是一样吃不到的。只能说终极伤害还有一段路要走啦，目前才刚出而已，所以有一点不尽如意也是正常的。不过比较起刘彻，各国可能会比较好搭配一点，多数步兵驻防的技能呢都是可以符合到各国的，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对终极伤害感到失望。当然各位也可以期待我之后实战的报告。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